时至今日，网上依旧有很多人质疑国师张艺谋的影坛地位，说他土，说他只会模仿。但今天我想抛开这些话题不谈，让我们来看看张艺谋的第一部作品《是非黑白》，由大伙来判断。这部影片对中国电影影响重大，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国际顶尖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项，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红高粱。莫言的本子，张艺谋的色彩，姜文的气质，完美的酿成了一壶烈酒，给中国电影打了一剂强心剂。旁白虽只闻其声，但我已经看到他帅气的脸。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儿。这段事儿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，日子久了，有人信也有人不信。故事发生在山东高密。7月初9那天，九儿一身鲜红色的嫁衣，一张半明半暗的脸出现在屏幕中，脸上的表情略微痛苦，但身后梳妆打扮的人却丝毫没有停手，好像在盲目地完成一个任务，根本没人在意他的感受。九儿要嫁给18里坡烧酒坊的掌柜李大头，因为有麻风病，50多岁才娶上媳妇。正值青春的九儿打死不愿意，可父命难违，谁让他爹收了人家一头大黑骡子？男尊女卑的年代，他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坐轿不能哭，哭叫兔叫没有好报，盖头不能掀，盖头一掀屁生事端。九儿一上轿子，就将头上的红盖头狠狠揭下，表情瞬间轻松了不少，但随之而来的还是一抹愁云。红色逼仄的花轿犹如一间牢笼，他的下半身就这么毁了。外面抬轿子的、吹唢呐的都是李大头的伙计，只雇了一个轿把式，方圆百里有名的轿夫，后来成了我爷爷。轿外敲锣打鼓，热闹非凡。九儿用脚悄悄挑开轿帘，看见一身有黑锃亮的腱子肉，自己却要嫁给土埋半截的麻风病人，心里别提多难受。轿上的小娘子，别偷着看呐，跟哥哥们说几句话呀。虽说是带着调戏的口吻，却也给心中烦闷痛苦的九儿缓解了一些压力。见他不说话，几名轿夫便又开始打趣：谁家的闺女啊？可惜了，当爹妈的心太狠了，见钱眼开呀！毁了！李大头刘白农淌黄水，可不中用啊！是呀，不中用了，不中用了。按当时的规矩，半路要折腾新娘子，为首的轿夫一声令下，众人开始颠轿。颠不出话来，还颠不出料来。身后的乐器队伍敲锣打鼓，前面的轿夫伴随着古典唱起小曲。轿外烟尘漫天，喜气洋洋，轿内是九儿血红色的脸，他眼含热泪，只能死死握住那把谐音剑子的剪子。小调还没唱完，新娘子嚎啕大哭，于战熬举起手，示意众人不要再唱，老老实实抬着新娘继续前进。18里坡的必经之路上有一条小路，名叫青沙口，这里不知从哪年起长出了100亩野高粱，没人种也没人收，慢慢长成了1人多高，杀人劫盗、孤魂野鬼的传闻屡见不鲜。站住！轿子放下，掏钱！老子是神枪3炮。一众轿夫停下轿子，手无寸铁，只能听从匪徒的安排。众人解下腰带，将钱财放到竹篓，拎着裤子齐刷刷蹲在轿子后，没人敢回头。神枪3炮头戴面具，将钱财收入口袋，向前掀开轿帘，一把扯下九儿的盖头，3寸金莲让他情不自禁地摸了上去。可九儿非但不怕，表情却很诡异，把土匪看得都发毛了。他想纵使被土匪劫走，也好过嫁给那麻风病人。高粱地里走，